有这样感受，让我体会到爱的温柔。 Hi guys, my name is Zach. 中文名字是金哲凯，我是来自美国的一个韩国和西班牙的混血儿，在中国待了快3年了。从我第一眼看见他，我就非常爱他。他给我的感觉就是，我想永远跟他走下去。我跟他谈得特别好，特别谈得来。但是现在有个问题，就是我明年要出国了。虽然我想跟他过去，但是我觉得中国是特别好，而且如果是去的话，我事业就没了。我觉得既然他爱我，有什么困难克服不了呢？跟我一块儿出去，从头再来有什么不好呢？只要2个人在一起是开心的，为什么不可以呢？依然珍贵，在我心中你永远最美。跨国的恋情是否可以继续下去？来，再热烈一些的掌声，请出这一对主人公，有请2位。男主人公金哲凯，23岁，美国外教主持人，欢迎你。女主人公贾思洋，22岁，北京学生。来，有请2位。你好，你好。思洋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啊，为什么叫思洋？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？家里给起这个名字？思就代表想，洋就代表海外嘛。从小我爸妈就希望我以后能出国留学。哦，这是一个家庭或者叫家族的一个梦想，是吧？对。啊，明年要实现了。对。但是这个时候却有人出来牵挂了你，啊，这就是金先生，是吧？帅哥。当时是怎么认识他的？我们是工作认识的，当时在一个教育机构，他是老师，我是班主任。哦，你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，是不是就喜欢上他了？是，我觉得大家都是这个想法。不是大家呀，我们没跟他谈恋爱啊，是你呀。我觉得他外形非常好，是个女孩看到他就会喜欢他的。是个女孩看上他就会喜欢他。多数。来，现场的女生，第一眼看上了大帅哥的金大帅哥的，请举手，请举手，请举手。哇，谢谢你们啊！有人是腼腆哈，但是还有一些人情不自禁的就举起来了。我觉得不举手的都是腼腆。哎呦，你对他这么看好哈？那是不是越这样看好，其实反而要出国，他不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你看不住了，就越没有安全感？哎，对，其实是这样的。其实异国恋我是可以接受的，但是我不能接受跟他异国恋。他思想特别开放啊，比如说我要是跟我男朋友说我要出国了，我希望他会说我等你啊。但是他说什么你知道吗？我想让他自己说出来。我说的就是能等你的。他是这样说的吗？我绝对不是这么说的。他是怎么说的？他是说，好啊，你要是寂寞可以找个小老公，我也可以找个小老婆。我帮你拿衣服啊，谢谢。你是热了还是急了？急了，其实我挺急了吧，因为我觉得那个洋洋啊，说了，我发誓。要说简单的，我就是这么说的啊。你当时是不是这么说的？我是这么说的。你如果寂寞就找一个小老公，我如果寂寞就找一个小老婆。要说简单的话，是啊，是。复杂说是怎么说？复杂说是这样。你别撸胳膊，你想打架吗？不好意思，没关系，开玩笑。来，我的意思是这样啊，我觉得就是。我现在就是不代表什么美国什么文化什么乱七八糟的事儿，我就是现在代表男的。完了，我觉得就是一般的男人，如果要过1年，说白了，半年、1个月，身边没有伙伴，那就很难过日子了。我就是这个意思。而且我现在是想把所有的丑话说头了。你的意思可不可以理解为说，我身体可以属于别人，但是我的心一直在思洋这儿，是这意思吗？没错，我听懂了啊。对，思洋，我觉得如果是个正常男的，他说等我，我信，我就出去没关系。但是你不一样，你思想太 open 了，你必须跟我去。跟你去是肯定不可能的，绝对不可能的。为什么？我这边有事业，有工作。哎，是不是中国挺好的？非常好，我特别喜欢中国，尤其中国女孩，对吧？
哎，对，什么意思？思阳好像对这个问题，他是你们俩恋爱的过程中，他也有这种小动作的吗？他不是小动作，他是大动作。啊？大动作？对，他是比如说带着我出去吧，那个跟他朋友玩，他会跟女孩打情骂俏，然后当着你的面吗？对，当着我面，然后还理直气壮的跟我说：“哎，亲爱的，当着你的面是这样的，背着你的面我也是这样的。”就这么说吗？就这么说。也许他中文水平有限哦。你刚说的是情人，其实我跟他们玩的一个游戏，英文叫 Truth or Dare，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，就是一个游戏。其实我们那个动作是很简单，就拉着。你别拉我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不是你拿他做示范。你看，我说，假如说那天我是他的一个普通女性朋友，对，你知道他是怎么跟我说的吗？他是怎么做的？你看，来，可以吗？我就是最简单的动作，像这样，或者跳舞，像这样。不是，没有大事儿，你是对着我的，对着你，对，就这样。手，没有什么其他意思。你还脱衣服了呢。金先生这样我比较能够理解，因为上面说他是，西班牙人和韩国人的一个混血的孩子，是。然后他又生活在美国，是。实际你等于接受了3个国家的一些文化在你身上，然后到了中国学中文的话，还要接受第4个国家的文化，对吧？我特别想知道哈。你那么爱他，因为在我们的传统里面，我们恋爱，我们磨合好了，我们结婚啊。你是要跟他结婚的吗？实话说，我现在24岁，没考虑过。到目前为止没有这样的想法。只是大家在一起开心就好了。暂时是这样，对。我希望他能为了我改变。能吗？你说改变要干什么呢？我不是说那个我就是喜欢，我就是爱你的一切。比如说你的想法不要这么开放，我要去澳洲，你跟我一起走，或者你如果想法那么开放的话，你就跟我一起走。如果你可以变得稍微保守一点，也可以。这我只能说能考虑一下，但是我觉得实际上，我想跟你说现实的话，明年我肯定不能陪你去澳洲 Australia 澳大利亚，咱们只能异地恋，异国恋，而且我觉得这个问题是个巨大的问题，我自己也没经历过，所以我觉得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儿。那你还会找小老婆？我尽量不找。宝贝，思阳，我翻回头，我倒想替他说一句话哈。其实这个在我们的心里是接受不了的，对吧？这是我们的底线，那是他的底线，那是他的尺度。可是你爱上他的时候，或者说你第一点看上他的时候，你就没想到，你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很国际化的人。我当时想到了，所以我跟他在一块儿就是没吵过架，我什么都特别迁就他。可是现在我忍不了了。你忍不了了。谁不希望踏实点？所以你来到了这个节目。对。来，你们在来之前都做了一份问卷，这个问卷叫丘比特问卷，进入我们丘比特问卷。好，两位看一下。我们看到男方的分数是80分。哦，就是接纳女孩子是吧？对。OK。女方的分数是71分。都合格了。都很高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分数这么高呢？刚才也看到了2位在分享，其实他们都很诚实。那既然这样子，本来这个话呢，我是不好意思说出来的。那我们的帅哥呢，我们金先生，他的世界里面只有这个大大的床。什么意思？床就和性有关。所以在他世界里面，性是非常重要的一份子，一个成分。那女方呢，其实画了2个心。同样可以看出来，也是一个浪漫的爱情，没有未来、没有现实的一个爱情。这个阶段2个人应该属于是荷尔蒙式的爱情。另外，思阳，我想跟你说的是，你掌控不了这个帅哥，这是我意见。谢谢。徐律师无语了是吧？我觉得这男孩很诚实，很率真，说了很多真心话。那么女孩呢，也说了自己的真心话，他们之间不可能实现这个中西方文化的一个这个融合，这是第一个关键的差异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距离无法跨越。
啊，所以导致他们这个爱情很可能会失败。好，刘老师，我注意看小伙子站着的时候，刚才手背后，现在手放前，其实他家里蛮规矩的，我相信他一定是个家教非常严的家庭出来的。他在外边，到这个地方，他完全得以释放。我也觉得他家教很好。得以自由，所以他那些动作，他其实就是要从笼子里边的鸟长期被关束飞出来的那种向往。他来到中国也好，他不喜欢回到那种再被约束的感觉里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这边女孩子是这样，思阳是，咱们中国有一个传统，一恋爱就涉及到婚姻，一婚姻就涉及到占有，就涉及一套控制。这跟他是不可能的。他们就是我到这儿，我即使现在我活在当下，我很爽，很舒服。那么今天我跟你好，我们可以 marry， 可以结婚。但明天我就不爱你了，那么怎么我们分手？所以男女双方都是一耸肩，那就这样咱们谈谈好吗？不像我们这样坐在那个地方哭泣，你怎么不对我负责了？他不是那样。所以这个完全文化思维背景是不同的。我认为无可改变，但彼此尊重。你为什么不能为他留下来？这也是问题啊。当时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决定好了，本科学数学，研究生的时候学金融。然后在认识他之前，我已经申请好了那个澳洲的一个大学，在世界前50的。这是我人生的规划，而且我也特别向往。这个是不能留这儿的。可是他不一样，他已经工作了，走好了，那就走好了。